我这次的时候一共有2种花，一种是这种毛茸茸的，然后一种是这种尖尖的感觉，然后这种尖尖的感觉就要多做一些，那种毛茸茸这种呢，就是这种比较可爱的就可以做5个就可以了。然后我这种里面的那个布呢，是用的这个绒布。这种绒布呢就有那种毛茸茸的感觉，然后我还用了一种布，除了这个丝带和这个绒布，还用了一种这种反光的布。其实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可以用丝带来代替，但是我是没有那个白色的丝带，所以这里呢我就用这个抗花布来代替，这个要贵一点。好啦，我们继续来做吧。首先我们就来做一个这种比较可爱的这种花吧。这个5瓣花，我觉得这个毛茸茸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太可爱了。好吧，这个5瓣花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宽度呢和这个剪成一样就可以了，大概来剪一下就行了。好啦，然后每个剪成这种正方形的。好，这个的话就5瓣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先把这个对折以后再对折，然后对折以后，这样以后再对折一下，就是这样一个方式来做。因为现在每天都要更新，所以我这个发饰每次只能做一点放一点，没有办法做那么快，就1天可能我就是做到你们看到的这么多，这就是我的极限了。然后这个是红色包，红色把这个白色包在里面，包在里面以后，然后这里可以挖出来一点。你看，先把这个地方粘起来，这个我已经烧好了，这个地方粘起来，这里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把手烫到了。前面有很多小伙伴在说让我出细工花，其实我也是想出的，然后这一期的话就专门选了一个这样一个头饰来给大家出一期这种关于细工花的一个视频。剩下的就等这个晾干，去把它掏出来，掏出这种圆圆的感觉。好了，这个我要做5个，哒哒，我们5瓣就这样以同样的方式就做好啦。但是它做好以后，前面有一个这个尖尖，然后这个尖尖最好就是要把它剪一点点。好啦，这样是不是更可爱一点？因为这个尖尖会影响到整个的形状，所以我们这里都把它剪掉。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热熔胶把它给粘起来。其实后面是不太好看的，但是前面好看。后面待会儿可以用东西把它给遮挡一下，就是背面不能看，只能看前面。好啦，还有个花心，我们再上一个花心吧。然后这个花心呢，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先把它粘在一起，然后再把它给弄上去的那种感觉。因为一根一根这个是热熔胶粘的话，就你还后面还没粘上去，前面都已经干了。这么也可以尽量的可以这样往前面弄一点。我是不是傻呀？我应该这样的。啊，重新来。我是不是傻呀？应该这样嘛，对吧？呀，这样子就好多了。哎呀，这粘上去，粘上去。
他是在打呼噜吧？有的他们的细工花是用针缝的，但是这个布我真的是扎不进去，因为这个布真的很硬，我已经试过，我用针真的扎不进去，所以我这里就全部用胶粘。但应该还好，还是比较硬的，就是比较结实。哒哒，我们2个花就做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花，其实这个花和这个花的做法是一样的，它只是中间的这个边的话加成了这种薄的，它是3层，就是一层这个，夹一层这个布，然后再夹一层这个丝带，然后中间你看就会有一层是白的，然后这个和这个其实是做法是一样的，只是中间它多夹了一层而已。这个大家学会了吗？再给大家做一下这种花吧，这种两层的花，其实都是一样的做法，只是这个花要胖一点，这个花要瘦一点。就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花吧。做这种花的话，记住一个手法就可以了，就是折它，把它折成这样。就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做细工花，尝试一下。先折成这个，再拿一个红色的丝带这样折一下。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花的话，可以做各种颜色的，渐变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它这个是红色里面加在白色里面，对，这样加，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一样了？但是这个呢，它不能太厚。刚刚我们那个就因为它要崩开嘛，所以说它一层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的话，它不能太厚，所以我们这里会剪掉一部分，这样斜着剪，剪一个角，好，就让它尽量变得很薄，然后剩余的部分就丢掉。这样绷一下，好，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花瓣啦。都好了，3颗这个珍珠，这个小珠珠，3颗这个小珠珠就可以了。觉得我应该拿个镊子，糟了，趴着了。OK。完成了，完成一个，然后我做了很多个样式，这个也是，然后这个也是，还有这个，还有这种，都是一个方法做出来的。然后就是这个花心的话，
你就可以看你喜欢的样式来自己做了。也是我们刚刚那个方法，然后再粘贴上去的。有5朵绒花，2朵粉的，3个绿的，每个长度应该在5厘米左右吧，这里。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在问我这个长度是多少，其实我每次都是凭手剪的，然后具体的长度的话没有去量过，然后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行。差不多就是5厘米，6厘米左右，都可以。染色的话，我们就用一般的颜料染也可以。这个方法的话，以前我也教大家染过，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用一般的颜料来染色就可以了。因为以前有小伙伴说用这个染淋了雨会掉色，一般饰品都是不能淋雨的，淋雨的话绝对就没有了。所以大家用这些饰品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我们的下雨天。这个方法我以前也教过大家，染扭扭棒的时候一定要把扭扭棒都浸湿以后再染，然后你可以稍稍的把这个挤干一点点，然后它整个就湿了，然后这个是我要用来染那个绿色的那个小花的叶子的，所以这里我用绿色就可以了。因为我要用中间部分嘛，所以我就只染中间部分。这个两边部分的那个毛毛是要剪掉的，所以只需要中间一点点，它有颜色就好了。如果你想要它的颜色要浓一点的话，就尽量不要兑太多的水。如果你兑了太多的水的话，它基本上就会通过毛细现象，然后染得比较开。然后第一个我们就染好了，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放在这旁边待干吧。我那个颜料的红色没有了，所以我拿了一个中国化的颜料。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认为，我觉得颜料只要它溶于水就可以了。这里的话，但是这个中国化的颜料，它怎么有点橙色呀？不对呀。等一下，我再去找一个大红色。我又来啦！然后我又拿了一个水粉花的大红色。你看一下，是不是我眼睛有问题啊？我感觉它是橙色的，居然，难道我有色盲吗？好了，先染一个试一下吧。但我这确实我可能是光线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但我确实觉得这个颜色有一点带橙色，橙红的，不像是大红色。然后这个颜色也染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待干。接下来我们就来染一个大红色的。这个锅头太好了，就是怎么吹，它都跑不出来。我们晾干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剪一下。
一个这样一个小的圆形。我再摆一下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了。终于要进行组装，我要组装，组装。好。加上情思念。